刘宇航一年4部爆款刷屏，从内敛人夫到腹黑霸总，他凭什么掌控微短剧的流量密码？如果你在过去1年里频繁关注微短剧市场，那么刘宇航这个名字一定会在你的屏幕上反复出现。在短短不到1年的时间里，他像一匹黑马般横扫各大平台排行榜，连续推出了4部首日热度突破5000万甚至7000万的超级爆款。从极具反差感的情感张力到精准踩中大众情绪缺口的角色设定，刘宇航不仅完成了从内敛人夫到腹黑霸总的演技转型，更成为了当下微短剧精品化浪潮中最具代表性的扛剧演员之一。今天我们就来深度拆解刘宇航这4部爆款作品背后的商业逻辑、人设设计，以及整个微短剧行业正在经历的剧烈洗牌。回顾刘宇航的狂飙轨迹，每一部作品的成绩单都极其亮眼。姐妹换嫁，全京城磕我们2对，2025年7月上线，首日热度便达到5421万，一举登顶红果真人剧新剧榜榜首。怪他太会撒娇，一部制作成本仅约300万元的短剧，上线首日播放量破7000万，次日更是直接飙升至 1.2 亿，付费解锁率高达 28%， 远超行业约 8% 的平均水平。初次尝鲜，搭档翟一莹首日热度突破7277万，成为各大短剧榜单的常客。人前不熟，人后上瘾。2026年4月上线，与关心合作，首日热度达到6758万，毫无悬念的登顶红果新剧榜 Top 1。在极度依赖算法推荐和用户即时留存的短剧赛道，单靠一发幸运并不足以支撑起这样的成果。刘宇航能够做到步步爆火，其核心驱动力在于对角色性格与情感内核的精准把控。在短剧创作中，前几集能否留住观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设是否具备足够的情绪钩子。刘宇航在4部作品中塑造的角色，每一个都精准地刺中了当代观众的心理需求。在这部剧中，刘宇航饰演的令元州是一个极具戏剧冲突的角色。前期他冷漠傲娇，但在发现自己只是女主心中的替身后，心理状态迅速失衡，转变为近乎疯魔的追妻模式。剧中他甘愿放下身段扮作服务员，甚至委屈落泪道出我不和死人争的台词。这种巨大的前后反差被网民戏称为疯批男主。而与其搭档的郭雨欣则饰演了一位表面娇软内心极其清醒的猎人。这种清醒女主掌控大局，男主甘愿入局的互动模式，彻底打破了传统傻白甜被霸总扑爱的陈旧套路，极大地释放了女性观众的心理爽感。刘宇航在此剧中饰演的秦雨鹤，完美诠释了人前禁欲高冷，人后粘人撒娇的闷骚霸总形象。剧中最具话题性的设定莫过于他立下的家规，每天抱20次，亲40次，喊80次老公。这种将情感表达量化的亲密关系 KPI 设定，幽默地揭示了现代人在情感交流中的矛盾心态，既渴望深度的情感连结，又在现实中难以开口。剧中更有伏笔揭示，女主1年前遗落的一枚硬币被她悉心珍藏，一场看似荒诞的闪婚，实则是她布局已久的暗恋。刘宇航凭借细腻的眼神变化与肢体语言，将西装革履的禁欲感与私底下的幼稚撒娇自然融合，展现了极强的表演张力。在初次尝鲜中，刘宇航饰演杭城首富傅成洲，故事始于一个看似荒谬的索赔10万绑定契约，但在女主面临原生家庭盘剥与职场危机时，他又化身为无微不至的庇护者。这一角色精准契合了当下诸多女性对理想伴侣的期待，既希望在风浪面前拥有值得信赖的依靠，又要求在日常相处中
获得充分的尊重与平等。刘宇航通过金丝眼镜造型与注重细节的肢体语言，例如卷起2圈的衬衫袖口，为角色赋予了强烈的禁欲气质与护短酥感。在这部古装作品中，刘宇航饰演冷面权陈顾西庭，他将权谋场上的睿智冷酷与面对心上人时的深情专一相结合。面对女主陆凌月，角色表现出极强的情感专注度，通过眼神微表情将蓄谋已久的情感层次递进呈现，颠覆了传统古装剧中权臣角色冷酷无情的刻板印象。刘宇航的个人突破，本质上也是整个微短剧行业从草莽生长走向精品化发展的一个缩影。回溯至2025年，古装短剧的制作成本已从早期的单集数千元提升至数万元，服化道、道具搭建及光影效果逐渐向传统横屏影视剧看齐。到了2026年，市场进一步向头部资源集中，传统长剧开机率放缓的同时，短剧赛道却凭借高周转率与高回报率吸引了大量专业影视从业者的加盟。尽管当下短剧市场中已有相当比例的底层内容尝试运用 AI 技术生成以降低成本，但怪他太会撒娇等爆款作品的成功证明，真人的情感体验、演员之间的即时火花以及表演细节中的情绪留白，依然是 AI 在短时间内难以复刻的核心价值。例如，在怪他太会撒娇的花絮中，刘宇航在争吵戏份中即兴设计的揉太阳穴动作与对方演员的即时眼神回应，构成了剧中极具感染力的名场面。这种人性的微表情与情感流动，恰恰是优质短剧吸引观众付费的关键所在。随着监管政策的逐步完善，低质俗套的内容被加速淘汰，平台与制作方越来越倾向于在故事立意、情感细腻度及演员原声呈现上下功夫。与大众普遍认知不同的是，现在的短剧受众群体早已不再局限于单一阶层。一方面，包括中老年群体在内的银发族成为了稳定的内容消费力量；另一方面，广大3、4线城市及年轻女性群体构成了播放量与话题度的基本盘。微短剧已然从过去被边缘化的消遣品，成长为跨越不同年龄段与地域的大众娱乐刚需。尽管刘宇航的作品在市场表现上屡创佳绩，但在高强度的创作节奏下，爆款模式背后的隐忧也开始浮出水面。当短剧为了追求即时刺激，将所有资源倾斜于高爽感和情感爆发点时，剧情逻辑与人物群像的塑造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挤压。例如，部分观众对某些剧集的反馈提到，副线情感递进过于仓促，职场等背景设定缺乏现实依托，台词表达过于直白等。如果短剧创作一味地依赖情绪对冲和快速给糖，把情感互动沦为套路化的工业产物，观众在经历短暂的爽感之后，难免会产生审美疲劳。如何在保持节奏明快的同时，赋予故事和角色更扎实的逻辑与真实的情感底色，是所有短剧从业者必须面对的课题。刘宇航的成功绝不仅仅是因为抢占了微短剧的风口，更是因为他在极短的屏幕时间内将角色的反差感与情感情绪做到了极致。从内敛人夫到腹黑霸总，他的每一次尝试都为短剧市场提供了新的参考样本。各位观众朋友，你是否也看过刘宇航主演的这几部短剧呢？在这4个不同性格的角色里，哪一个最让你上头？你认为未来的短剧是会继续靠极致爽感打动观众，还是会走向更深刻的剧情创作？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与支持。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深度解析，请不要忘了点击点赞、关注并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